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何谦。好，日本最近真的是多事之秋啊，在昨天的青森呢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哇，我们来看到画面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日本青森的东方外海8日深夜11点15分的时候发生了7.6的强震，那么38上北地区观测到震度是6强哦。北海道呢与东北沿岸也都发布了海啸警报，那么居民呢也去回顾这个紧急地震速报响起的时候，是立刻出现了自下而上强烈的推挤感。好，洋货一波接着一波，随着轰隆隆的地鸣声，整栋房屋是嘎吱作响，墙上的时钟也掉下来了，那四处呢都传出物品摔落的声音，而且呢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发布后发地震注意报。那么东大学者就警告了，说呢，未来啊2到3天内恐怕会有一个超巨大的地震。不过这个时候啊，日本人竟然去嘲讽哦，说呢祈祷这个富士山爆发。好，路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会不会是在搞海底核试验呢？还说这个富士山还没喷吧，来个双喜临门。哇，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不太好的啦。但是呢，也反映出了近日啊，中日因为高市早苗而交恶，关系紧张。好，说到高市早苗啊，他在8日的时候呢，又对台湾有事有进一步的说法了哈。他表示呢，根据怎么样的一个事态符合呢，将会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态跟个别的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资讯来做出判断。也说呢，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不变。但是这样子的说法，显然大陆还是不太满意的。甚至呢，之前这个麻生太郎力挺高市早苗，哇，北京也是非常的不高兴，说啊，这一位日本政客的言论反映出了高市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错判形势，不思悔改。这种把挑衅中国当作博取眼球、收割民意的行径是非常危险。就是因为麻生太郎对高市的台湾有事态度是肯定的，所以陆方呢是非常的生气。好，除了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之外呢，大陆外长王毅呢在接见这个德国外长的时候，也谈到了台湾地位。他怎么说呢？他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文等文件内容，从政治法理上都证明台湾就是中国领土。还说台湾地位已经被7重锁定。好，那他在接见这个德国的时候呢，不断的称赞德国，然后去批评日本，说呢，两方呢都是2战后，但是一方有反省，日本是没有反省的，80年来了都还没有反省这样子的侵略历史。好，除了这个历史啊，还有这个外交上呢，经济上面呢，更是影响很大。来看到现在呢，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啊，连接上海跟日本大阪、神户的被视为两国友谊象征的渡轮鉴真号呢，已经暂停营运了。而且现在中国人都不去日本了哈，主持人呢就到这个大阪的新斋桥那边去访问中国游客，结果绕了一圈，又是新加坡，又是越南，又是韩国，就是没有中国游客。大陆网友还说，现在不去日本旅游的4大原因：地震、流感、賑灾，还有高市早苗，都是日本的4大害。而现在呢，日本的经济呢，哇，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啊，如果说中日经济脱钩的话呢，可能对日本来说是一种轻生哦，因为他们的产业链是深度绑定。日本对中国汽车出口是占中国进口总量的37%啊，每3辆进口车就有1辆是来自日本呢。包括了丰田啊、本田等6大日系车企在华累积建厂50多个，日本汽车零件部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度达到了40%啊。另外，半导体方面更是啊，中国呢是日本半导体设备最大出口市场。2024年东京电子44%的收入都来自中国，日本对中国半导体出口额达到了1.31兆日元呢，是对美国出口的一个4.5倍。看到啊。经济、外交，好，现在还有地震，高市早苗的麻烦真的是不少。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地震是天灾哈，我们觉得天灾有可怜啊，但是人祸就不可取了啊。日本的这个天灾啊，地震，一般估计啊，这个可能不是最高峰了，所以后面的地震应该不会只是余震啊。甚至有些专家认为，现在
破8以上的这个地震的可能性，已经从过去的0.1%升到1%了，所以等于是它发生的几率已经在升高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赖清德们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因为他们前一段时间在鼓励台湾人说，大陆人不去日本的话，台湾人去然后要硬挺。现在我们已经有台湾的民众，有些人困在那个地方，有些人遭受到地震的恐惧他们害怕的不得了。那么甚至已经有传出，我有看到媒体有说，有些人正在泡汤的时候裸体的就跑出来了，因为被吓到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专家预估说，很有可能这不是一个最高峰了很有可能还会有更高峰，会到达311的这个等级。那赖清德们真的，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告诉台湾的民众，现在该不该去日本？他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分析，给台湾的民众一个，因为有些人如果再听他的去的话，被困在那里或发生什么样的悲剧，我想大家都不愿意见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一定要做的事，而且要尽快的跟台湾的民众说清楚、讲明白，现在到底该不该去？还是带着小菊叔去日本？你不能去体验那个所以我觉得人命不能开玩笑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跟台湾的民众说清楚、讲明白，该去还是不该去。如果不该去，就赶快的跟大家说，赶快先改变你的行程，暂时都不要去，等到都确定了这个安全了以后，你再考虑那当然。我觉得因为政治的关系，鼓动台湾的民众去日本，现在日本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你有责任要赶快收回来，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如果人命关天，台湾的民众有人在那地方是因为听了你的话跑去了，然后结果受伤了，或者是更不幸的事的话，你要负责任另外，我觉得这个德国的外长为什么这次中国大陆对德国的外长要特别来谈台湾的问题，而且谈到这个9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台湾属于中国，这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而且也改变不了的。为什么要针对这位德国的外长来讲？德国不要忘了，他在2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侵略国，他是法西斯纳粹主义的，跟军国主义他们是结成一种邪恶的轴心国。他们都是侵略国，也都同样是战败国，但是德国跟日本不同的地方是，德国他们战败之后，他们认错道歉，然后他们悔改。你看，就在几天前，德国的总统，我觉得他是有意的做法。德国的总统到英国去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又跑去无名英雄墓，英国的无名英雄墓这边去献花，然后在英国的议会里面，他特别还认罪，说我们给你们带来的这么大的灾难，我们感觉到很惭愧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也要修正。这难道不是刻意的挑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德国的内部也有选项党，就是极右翼的法西斯，那就跟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高市早苗他们是同一挂的。而且你看到，在整个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愿意跟高市早苗走得太近的时候，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意大利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目前的总理他就是法西斯的后代，他拥抱的这位军国主义者，就是法西斯碰到军国主义者那么额外亲切。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欧洲人来说的话，他们不愿意碰到这种法西斯的再起，所以德国的总统特别到英国这边来，其实就是打脸高市早苗，说你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在2战对于人类、对于亚洲人、对欧洲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要道歉、要认错、要悔改。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到这位德国的外长之前不懂事，还对台湾说三道四，现在懂事了，长大了所以王毅就特别在对他实施成人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社区大学教育了再教育他一番，就是台湾怎么回到中国的怀抱，他的历史使命，然后他的法律的国际政治的地位。当然这一位已经受教的德国的外长，他说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态度就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我想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释放出一个讯息，也就是说你有悔改，你有认错，你有长大，
我们都会接纳你。那高市早苗，你为什么不肯认错？你为什么不肯把你的那句话收回来？而且还在那边转来转去，变来变去，更挑起更大的事端。好，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王毅在跟德国外长会谈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是当初中国大陆要开始启动对越南的这个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所使用的一个檄文。我觉得这是一种警告，看日本听得懂听不懂了。好，请教林玉芳委员。日本哦，人家讲说，你看日本传统的歌曲哦，都有点凄凉，因为日本是个地震非常频繁的地方。你看它在地址上来讲，北美这个板块，这个还有这个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然后加上菲律宾板块，4个板块交汇的地方刚好就是日本，所以他们这板块中间这种碰撞、挤压，就在日本造成这个大地震。比较有人，譬如说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我查那个数字，在1923年，死亡跟失踪的人就超过14万人，然后受伤的也是超过10万人。关西大地震是1995年的，死亡6434，受伤了4000多人。在我们现在讲这个福岛核灾，大家都想到是好像核灾就是一个这个海啸，这海啸是地震引起的。那个地震叫做东日本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失踪的人数1200多个人。所以日本的地震大概在全世界来讲，算是要排名了，排前面几名，就是地震之大，地震之频繁，而且有地震就容易火山爆发。所以富士山哪一天火山爆发也不晓得。所以日本人是生活在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就是因为地理这个环境啊。那至于讲到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的问题，譬如说以去年来讲中国大陆依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好多年了。那日本呢，大概是中国大陆第3大的这个贸易伙伴，所以其实彼此之间的贸易有很大，然后呢，他们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互相依赖对方。在2024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出口是超过1520亿，那日本呢对中国大陆出口稍微多一点，也是1562.5亿。那这个有些东西是，当然你说日本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当然是很大，因为近嘛，方便嘛，然后譬如说讲这个汽车来讲，中国大陆人民也很多人在开这个日本车，也便宜，而且这个省油这样。可是其实中国大陆对日本的依赖其实也蛮大的，你说汽车的零附件、半导体的设备、机体电路、医疗设备这些，还特种的一些金属，而且半导体的生产来讲，那个晶片的生产来讲，就日本的化学的那个气体有时候要用到那个气体，但全世界最强是日本。所以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再怎么样的演变，在某种程度来讲，因为经贸上彼此需要，所以那个恶化的程度，我是认为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大概会停顿。然后，但是要恢复那个伤痕的这种恢复，是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涉及到双方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来讲，上次我们讲过，他的民意支持度高市早苗72%。日本首相4年换4个，这样常常这样子，1年换1个平均。那现在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往上走，已经走到72%，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在日本的近代的宰相的历史上，首相的这个历史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后退。尤其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倍死了以后，他们其实最有影响力的，某种程度他们是老人政治。就是这个麻生，这麻生他是这个对高市早苗是非常的麻生太郎是非常的支持的，所以呢，你要这个高市去进一步的做很重大的让步来讨好这个中国大陆，我觉得也不容易。
好，我们请教徐老师。是，首先看到这个青森县昨天发生的地震啊，那当然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啊，在这个大自然的灾变面前，我们都只是非常渺小的人类啊。但这个人性的共同价值，我想是超越这个政治上的旗舰的，所以也要这个首先祝啊这个青森县30多位受伤的民众早日康复。那12月9日呢，刚好也是这个日本皇后雅子的生日，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到那个日本的宫内厅主管皇室的这个主管单位啊去看服务单位去看，就雅子皇后她公布了一个非常长的生日感言。那里面就谈到了非常多关于今年啊2战终结80周年的他个人的这个感怀。他今年他跟这个包括跟这个德仁的天皇，包括跟他的皇后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公主爱子去了很多地方，去了硫磺岛，去了广岛、长崎，也去了冲绳啊，甚至到外蒙古去看各个地方这个日本在那边战死的，当然很多是因为侵略战争在那边战死的这个日军的阵亡者，同时他也说，他这个要向各地阵亡的人，包括日本在内，以及包括其他国家受到日本侵略的时候战死的人呢，表达衷心的哀悼。那大家都知道啊，说日本这个皇室在战后，其实日本皇室走向虚君制之后啊，它其实是不能干政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时刻跟节点，他还是会通过一些个人化的表态来反映他当下的思考跟这个感情。所以雅子皇后啊，雅子皇后今天这个发表这么长的这个谈了很多具体的持守有这个和平记忆，必须要守护和平，必须说这个战争的记忆现在逐渐淡漠了，令人忧心。他说了很多的这个话，是不是有在去点中日关系的这个意味？我想他没有明说，但是也值得大家去思考跟这个解读。那再看到王毅啊，他借着这个会见德国外长的机会，去谈了这个所谓台湾定位的这个7重的锁定啊，其实还有第8重啊，其实也很重要，特别应该说最为重要，其实也发生在刚好12月9日的今天。那1941年的12月9日啊，就说当时的中国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其实就跟随了英美盟国对日本正式发出了这个宣战的这个公告。那中国当时对日本发出了这个宣战公告，就强调说，从1941年的12月9日起，所有关于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自此作废，特此布告国际。那这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所以可以说，从1895年开始，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就已经不再承认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的这个国际法理的成果还继续有效。那我们也就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啊，这其实中华民国就已经把收回台澎正式的当成可追求的作战的目标。因为其实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一直到1941年这段时间，大家争执的焦点其实是怎么样去恢复东北，怎么样从恢复从918以来啊被日本占据，然后后来成立了这个伪满洲国的东北。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去处理到台澎的问题，因为当时到1941年12月9号之前，我们没有去否认啊这个马关条约，但是1941年的12月9日，我们通过这个宣战布告，对日本正式宣战，就把废除马关条约当成这个战争的目标啊。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台湾后来这个地位啊，这个在1945年光复之后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所以说，在前一阵子大家就是讲说，那如果中国大陆不承认旧金山合约，那是不是马关条约继续有效呢？那从这个史实来看，我们就可以说马关条约其实对台湾是没有效力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在1941年就已经不去承认它了。那这个德国外长这次去啊也很有意思，他原本10月多就应该去了，但是呢，因为他在8、9月的时候啊，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讲了一大堆对中国大陆很不客气、很犀利的话，所以大陆也给他一个冷钉子碰啊。在上一次对他安排的时候呢，安排的就不是很到位，只安排他见了他的对口王毅，没有安排任何其他人。所以他这次好不容易去，王毅也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就是大白话，他说虽然这个一波三折啊，但是这个早来晚来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来是为了合作而来，而不是要为了吵架而来。那后面我们待会还有一节再去谈到中德或中欧之间的这个半导体合作，那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好，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日本跟中国方面呢，不只是经济啊、外交，现在啊军事的冲突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尤其呢是前几天的时候啊，哇，日本的 F-15呢被这个辽宁号的舰载机雷达锁定了，结果呢中方呢就说呢，关于日本自卫队的战斗机这件事情呢，中方没有接到日方的热线电话，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呢，具体的情况呢，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进一步询问。但是这件事情啊，哇塞，
中国的媒体还是骂得很凶啊。他怎么说呢？说日本近期围绕所谓中国军机雷达照射事件大肆炒作，还抛出中方未接热线的说法。对于日本着急加息的行为，解放军报刊文指出，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造成的系列严重后果的一个转移视线，也就是说呢，你在装可怜呐，还操作这个中方不接电话。但是啊，这个不接电话有谁挺日本呢？川普根本就不理哦。川普对于这件事情呢是始终保持沉默，凸显美方正在日中僵局上面保持距离，美日外交也面临了考验。日本需要联合其他的国家来强化对中国的嚇阻。好，但是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国家是挺日本的，那是谁呢？是澳洲啊，因为它也有切身之痛。那澳洲怎么说呢？说中国战机靠近投掷照明弹，好，对飞机跟机组人员构成风险。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9号，那个时候澳军的 P8A 在南海巡逻，结果就遭到了解放军来发射照明弹。那去年5月的时候呢，澳洲的海鹰直升机在黄海的时候，也一样是被解放军的歼十投掷了照明弹，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是非常的挺日本的。但是我们来看到，日本自卫队最近在冲绳的活动也是相当的多哈。这个是央视的报道说，自2015年以来，针对解放军飞机的紧急起飞次数，在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中的占比，连续10年超过一半。日本战机对中方正常军事活动频繁，好抵近侦察干扰，才是最大的海空安全风险呐，还是再去骂日本呐？不过呢，日本民众呢自己对于这个战争呢也是相当的反感的。来看到呢，日本的赤旗报包日就报道了说，日本民众7日呢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举行集会，反对在当地部署核动力航母。好，日本人自己都不挺哦。另外啊，我们来看到现在解放军的军力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它可以在千里之外去遥控这个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攻击目标。来看这个画面啊，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在跑道上面自主滑行，根据指令能够加速起飞，奔赴指定的空域训练。好，无人机飞行员呢就在地面方舱来紧盯机上的各项数据，实时的掌控战场姿态。好，不仅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紧张啊，我们来看到在黄岩岛的部分啊，哇，美军的驱逐舰也现身在那里了，跟中国的052D 还有054A 军舰是近距离接触哈。这个是军事媒体的报道，说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上周执行一个空中巡逻时，就目击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与多艘的中国军舰就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来近距离运作。好，那么美军的第7舰队随后证实了，说这一艘美舰呢就是波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好，现在呢这个菲律宾啊，这个陆军呢也是相当多的这个大陆的陆军大军呢也都传到那边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到菲律宾6日证实呢，在南海南沙群岛周边的海域监测的时候，发现了中国船只活动明显的增加了，在中国人工岛的主壁礁附近呢，共有29艘被认为载有海上民兵的船只停泊，而期间菲方的巡逻机也一度遭到了来自中方发射的热焰弹给驱赶呢，在南海也是这个非常的紧绷。而我们来看到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菲律宾的这个军力还有加上贪污的部分，哇，菲律宾的这个小马可仕呢，现在呢它的支持率也是下跌了哈。来看到呢，它较8月下降了14%，是自今年2月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好，不过我们回过来看这件事情中日的军事热线是不是已经是完全没有用处了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日本仿照美国先跟中国大陆搞一个军事热线，接着开始进行军事挑衅，然后就说要启动这个军事热线基本上来讲，大陆不会理会这一套，因为过去美国玩过一次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在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他也跟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军事热线，接着裴洛西就来到台湾了，然后美国就赶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因为大陆就在台湾这个地方举行军演所以玩的这一套，事实上大陆就不接这个电话。那也就是说，你建军事热线的目的，如果是要来挑衅，那就不必了，所以大陆不会理会。那美国碰了一鼻子灰，日本也玩同样一套，因为它是在2023年跟大陆建立起来的。
25的时候就来玩这一套了啊，先挑衅，然后接着那个军机过来，然后你要打电话，人家根本不会理你。我想这个是对美国是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大家在问的是在于说，大陆的航母是在哪里举行这个演训？是在公海，不是在日本海，是在公海。在公海举行演训，那演训一定有演训区。有演训区一划分了以后，他一定是公告，他没有义务要告诉你日本嘛，因为他是在公海。难道他要告诉193个国家说我在公海？每一个国家打电话说我在公海举行演训吗？他是公告而已嘛。那你日本自己本身不认真，不去看公告，你不知道你飞机，而且你明明知道他已经在演习了，你还跑过来，你跑过来，这个很明显就是挑衅。挑衅以后被人家照到了，你就认了嘛。还哭哭啼啼的，这个成何体统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现在更细节的被公布出来了，也就是说，日本的雷达只能够，尤其 F-15战机的雷达，它只能看100公里，而中国大陆的雷达，它基本上可以看到170公里。这是日本的自卫队，他们的空军的高阶的军官他们说的，他们现在很担忧的地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歼15的舰载机的雷达的能力高于美军的 F-15的战机的雷达能力，所以等于是日本被中国大陆看到了，锁定了，而你日本不自觉，因为他们当时的估计里面应该是在158公里的时候，中国大陆早就已经锁定它了。为什么？因为第二架是在晚上的时候，是晚上6点半到7点，已经天黑了，在天黑的时候两架。那么日本的战机被锁定，而且被锁定了30几分钟，锁定了30几分钟，日本都没有被发现，一直到靠近了以后，日本才发现。这代表日本的雷达的能力比中国大陆战机的能力差。他们说，他们的分析就是日本自己的高阶军官说，这个会让日本的飞行员吓破胆，因为他等于是被人家锁定，随时可以被打下来。而日本的战机的飞行员，他们毫不自知，要等到那个导弹接近它以后，它才会响起这个警报。可是，一般来讲，导弹的速度太快了，100公里这根本不是公里了嘛，所以一定是反应来不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他们在这一次中，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当日本哭哭啼啼的半夜召开国际记者会的时候，我们来看全世界有没有哪些国家那么站在他这边。东北亚的美日韩是三角军事同盟关系，美国没有，美国到今天为止都保持安静。日本已经多次的要求美国的国务院站出来说话，美国的国务院到今天为止不肯站出来说话，美国的国务院不肯站出来，白宫也不肯站出来，所以很明显的，美国没有站在他这边。韩国早就表明了，说我不介入哈，虽然我跟你有军事同盟条约，但是呢，我不介入你们。我们李在明公开的说，我们不适合介入，除非双方愿意韩国来调停，那我们才可以进来。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也不要不碰。好，所以美日韩的军事同盟根本没用。G7 呢？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这代表什么？川普讲的话是对的，原来盟友不是朋友。真的是好讽刺哦！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这个当然我们外人不太了解，不过如日本所讲的，中国大陆用火控雷达或者射控雷达照射这个锁定日本的军机，一般来讲，在国际上这是被视为不友好的举动，甚至是很有挑衅性的举动啊。那当然双方的仇恨就这阵子就是突然间又升高了很多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这样一个对立啊，外人会觉得比较的不那么的惊讶了。可是会不会有进一步的那种冲突的可能性？我的感觉也不会，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好不容易才比较稳定一点，这一阵子，我想他不会愿意因为日本，然后又影响他跟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和解的这样一个可能了。不过的确我说过几次，就是说，在南海未来发生问题的比例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块会高过其他的区域，因为南海这个有足够的空间
让这个对立的各方的飞机跟军舰多架次、多艘的在那个地方出现对峙的状况。那像台海的话，基本上它是比较窄的一个海峡，而且这里面最重要没有增值性的岛屿啊。那南海的增值性的岛屿就好几座了黄岩岛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了。然后呢，菲律宾呢又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或鼓励之下，他就这几年变得马可斯上来也就变得比较的强硬比较的显示的比较好战的这个样子。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对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他不可能低头的。他主要是放过了越南，专心来对付菲律宾。最重要的原因，他也不想在同一个区域里面面对太多的对手。其实越南这一阵子天杀造岛，那个速度不会比中国大陆慢。他这样子再搞下去的话，他可能再过一阵子，他天杀造出来的那岛，小的变大了，没有了就出现了，可能总面积都会超过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决定说他放掉越南，因为越南的手段也比较灵活所以呢，他也不会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些比较挑衅性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菲律宾就不太一样，尤其马可斯这个时候，他国内出现了比如说反贪腐的问题反对他的声浪往上走的时候，他一定在南海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强硬的表态，他才能够移转菲律宾人民他们不满的情绪。不要看里面，看到外面来吧。所以未来来讲，南海是一个比较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然后呢，比较可能应该是美国跟菲律宾之间，尤其是双方没有海上跟空中遭遇以后，那个游戏的规则没有定出来。美国也是跟中国大陆是2001年以后，4月1号撞击以后才出来的。美国跟日本之间，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也没有海上空中遭遇，大家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游戏的规则没有定出来。只要没有定规则的，未来都有可能会产生摩擦。至于会不会变成战争，那就不一定了。好，徐老师。是这个从中日这个热线事件，我就想到这个夏立言刚刚卸任的国民党副主席也是我们过去的陆委会主委，他说过的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其实在马政府时代，陆委会跟大陆的国台办之间也是有这个所谓的热线的。那他说这个热线，但是只用了3次，其中有2次呢是拿起来说 “Hello， 你好，热线建立了”，还有一次说“520到了，我们要卸任了”。唯一真正有一次用到处理问题的是沟通这个 M530的这个航线的问题。但是大家也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热线第一个就是说关系比较可控或基本比较向好的时候呢，这热线是可以接得通的。第二是热线通常是处理这个两国之间或两造之间这个意图不明，但是有擦枪走火危险的时候，才赶紧把这个热线接来说，问一下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这个意图是干什么？你是要升高吗？还是说这单纯是个意外？如果单纯是个意外，我们各自报告老板，然后让这个事情平息下去。这是热线的用意在意图不明的时候澄清意图。但是这一次其实很有意思，当然第一个中日关系现在很不好，第二个呢，大家意图甚明日本的上下当然知道为什么现代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要在冲绳岛附近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训。那同时呢，当然中方也大陆也完全了解为什么日本要抓住这个事情，然后再特别选在半夜2点，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突击的开了一个记者会，去制造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指控的效果，彼此心里都门清，对于对方的意图，大家要做出什么样的媒体效果，大家要在国际上怎么样去形塑这个叙事，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而且其实日本把这个大陆的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这个行动也公布得很详细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防卫省公布呢，就是说12月7号就是说在辽宁舰通过这个宫古岛、宫古海峡之后呢，它很罕见的，它不是进到西太平洋或是往南绕回这个大陆，而是往北走。已经在12月7号，日本就公布说，辽宁舰航母编队呢到达了这个喜界岛就是日本这个鹿儿岛县的一个附属的离岛，喜界岛东方大概190公里处的这个海域上，那有可能继续接近这个九州岛的这个东南外海。那这个行动其实大家就引起大陆的各界，特别是网民很多的关注。那当然，防卫省也还公布他们观测到12月6号、12月7号，就上礼拜六、上礼拜天，那2天呢，这个辽宁号都进行了50架次左右的这个战斗机、舰载战斗机跟直升机的升降的训练，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中高强度的训练了。那大陆也有很多评论说，这一次在一个国际
风云紧急的情况下，然后日本全部在盯着，那当然也可以想见美国也在盯着。那这是一次很好的在高压态势下进行的练兵的机会啊，包括在这个辽宁舰进行这个舰载机的起降当中，对于你的这个全域态势感知的能力、你的勤务保障、甲板的调度、舰载机如何部署，甚至是一个敌我的识别啊，那等等方面都要去维持高水平的这个连续的这个运转。那接下来这个事态会怎么走呢？我觉得有2个时间点可以观察。第一个是12月13日，10月13日什么日子呢？是大陆法定的国家公祭日，它纪念的其实也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南京城破，日军从中华门、中山门、光华门攻进南京，进行连续6周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的日期。那大陆把它定为国家公祭日，去纪念所有的这个在侵华战争当中罹难的同胞。那另外一个呢是12月26日，高市早苗会不会模仿这个已故的安倍在2013年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那我想这2个日期是我们下一个可以观察的重要的节点。好，接下来看到这个晶片上面的一个大新闻，那就是川普准了 H200要进口到中国吗？我们来看到他说啊，将允许辉达销售 H200晶片至中国市场，已经把这个消息告知习近平了。对方的反应良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啦哈。那他也说了，辉达销售 H200晶片的25%盈利呢，将上缴美国政府。这项政策将支持美国的劳动市场，强化美国的生产力。好，但是你现在给他 H200，中国会买吗？好像也不一定哦，因为啊，这个美国智库就分析了，说北京现在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呢是很担心美国的晶片有资安风险，另一方面呢，如果又大幅的去采购美国产品，那么将难以来推进国产替代的战略。而现在啊，这个川普过了，但是还有一关哦，那就是呢，这个中国对它出口的话，可能要到国会来作证了。好，国会山报指出说，这项决定很可能会遭到对中鹰派的反对，包括了共和党的内部人士，他们都主张不应该向北京出售性能更强的晶片，认为这项技术呢正在提升中国的 AI 战力，尤其是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来占上风。其实，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就已经有4名的这个晶片的专家都持反对的意见了。好，但是呢，黄仁勋就说呢，如果停止向中国出售晶片的话，那么美国的晶片行业将会面临每年高达7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这些收入呢，是支撑美国本土研发投资啊，创造就业，还有保持技术领先的关键资金来源。制裁中国最终可能会拖累美国创新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呢，辉达的 GPU 不断的被超越或者是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像是 Google 的这个 TPU 嘛，还有这个 S 晶片。好，现在呢，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呢，预计在2024年的1425亿元呢，激增至2029年的1.34兆，这个年增率是达到了53.7%。所以它的这个中国的晶片呢，其实自己的也不太需要依靠你这个高性能的一颗晶片了，因为像是很多的这个 S 晶片呢，他们就是可以取代这个辉达的高阶晶片了。所以要不要用你这个辉达的晶片，他们真的是不一定啊。好，另外来看到这个川普的关税啊，哇塞，现在似乎这个效果也是渐渐的被发现，好像没有这么好用了哦。我们来看到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出席1+10对话的时候就说了，今年有3个热门词语，分别是关税、绿色以及 AI。那么今年关税影响全球经济，各国维护自由贸易的呼声呢，也越来越强烈了。好，那现在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呢也首破了1兆美元，而且它非常的积极在布局非美市场。你美国要收关税，那我就不进口到你那啊。像是啊，现在呢，对欧洲啊、澳洲啊，还有东南亚的出口都大幅攀升了。相较之下，对美国的出口呢，则是年减近30%。但是川普还是只会用关税这一招。来看到他是怎么对墨西哥的。他威胁墨西哥，如果不释放更多的水资源的话，那他将对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再加征5%的关税。川普设定最后期限，要墨西哥在12月31日前呢，释出20万英亩公尺的水。他还说呢，要处理印度稻米倾销入美国的问题，也暗示啊可能会盯上从加拿大进口的化肥。真的是离你美国越近，他的关税就收得越多哎。好，接下来看到了他的这个副手范斯啊，又说错话了。他呢谈到了这个移民呢，他说，
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称，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路易斯安那州执法以来，自己看到了很大的变化，接到了订单增加很多。好，范斯称呢，大规模移民就是偷走了美国梦。结果网友就问范斯了，你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呢，意味着你要让你的妻子啊全部都回印度吗？那你买好机票之后，请告诉我们哦，你必须要以身作则。好，说到这个移民啊，川普政府也掀起了一个移民寒流，美国国务院翻倍啊，撤了8.5万的签证呢，其中呢相当多都是学生啊。好，川普内阁真的是不断的在打脸自己耶。另外我们来看到啊，晶片这个手段到底对中国还有用吗？我们请教赖教授。晶片当然它有它的功能啊，因为 H20的这种阳春版的啊，那中国大陆当然是不要啊，那比 H20提升10倍的啊 ，H200比 H100提升1倍的啊到2倍的这个 H200，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兴趣，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已经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国营企业不可以用这个进口的晶片，因为它的数据会外流啊。另外就是有接受政府补贴的也不可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数位的产品都必须要有后门啊，让美国的情报人员可以进去里面来看啊，去看他所要的所有的资料啊。那当然，这个黄仁勋一直强调说他们的晶片没有后门，可是法律写在那里啊，除非黄仁勋他本身违反了美国的法令啊，除非了。那我们不知道了啊，但至少美国的法令就写在那里啊。那因此，大陆的国家的国营的，它基本上是不可以。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大陆目前来讲也在发展这个 AI 自己的晶片，那到底该不该进口？我倒认为是该进口，但是不是全面性的进口，因为你部分的一个进口会有鲶鱼的效果，也就是说会让大陆的这个自己的晶片啊，晶片商他们本身要更快速的提升，来超越啊这个 H200啊，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对，有个竞争的关系，甚至超越 Blackwell 啊这种更先进的一个晶片。但是 H200这个晶片也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它会像让这个 DeepSeek 他们本身的演算，它的进步的速度更快，所以它事实上是有好也有坏的。你不能够只看到它好的那一面，也不能只看到坏的那一面，必须要两方的灵活运用啊。那么一直把自己的产业把它养到最大，养到最大以后，你对于啊这个外面的依赖就会下降。可是问题就是，本来相互依赖对全世界是好事，就是我依赖你，你依赖我，这个是好事情，因为大家相互依赖以后，那么越来越和平，越来越安定，越来越稳定。但是如果说有一方破坏了，像美国的采用这种禁止、限制或者是关税等，那你破坏以后，你就使我们原来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这种平衡就破坏掉了。那你就逼的啊，当我摆脱依赖以后，你就惨了。如果你依赖我，而我不依赖你的时候，那这个发动者本身就要倒霉了。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动者嘛，因为他发动了破坏了本来相互依赖。所以当中国大陆如果未来它的半导体、它的晶片，如果按照这些专家他们所预估的5年内，大陆几乎都会突破啊。所以黄仁勋着急的不得了，也在于他认为他领先的时间不多了啊，了不起半年，更短可能不到半年。所以他为什么会极力的要说服这个川普，说我宁可给你我赚的钱给你抽25%，拿1/4给你，啊，我也要出口。那是因为他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对他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好，那我们觉得就来看呢，那川普所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到底能不能遏制中国的整个工业科技的发展？没有因为他越发动，结果大陆的出口越旺盛。现在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出口啊，逆势的一直成长，在全世界它的出口是最旺盛，而它的贸易的顺差已经破了1万亿美元。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不想听到嘛，可是它就发生了嘛。可是大陆它从来不追求这种过度的贸易顺差，其实它比较主张是平衡，也就是说我卖出去，我也要买进来。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就中国大陆，它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很大的这个进口博览会。
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搞进口博览会，就大陆。换言之，就是你把你的产品送到中国来卖嘛，我们中国人要买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陆的这种做法，他一直在努力的要做的就是贸易平衡，而不是过度的贸易顺差。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放行 H200晶片，那么大陆会买吗？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先这样讲，这个其实黄仁勋在前一阵已经说出来了，说这个川普政府有答应他能够买比较高阶的晶片给中国大陆，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参议院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立法委员参议员各有一位提出一个法案。在参议院里面获得很强的这样一个回响，就是要求商务部在30个月之内不能够对中国大陆还有俄国出售所谓的高阶晶片。所以你现在川普现在宣布说我要卖 H200可能还加上这个超微的 M1308要卖给中国大陆。他参议院到时候如果他通过了这个决议案，新的晶片的决议案然后众院也支持，然后请问你这个川普政府到时候怎么做这个决定？对不对？那你要把它给否决掉吗？对不对？这里面支持的参议员有很多都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所以川普的看法是到目前为止是跟国会议员的多数的看法是有一点冲突的，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值得我们去看啊。不过，川普跟这些美国的一些参议员、众议员，还有一些战略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前者常常是从安全的观点来看，说我卖好的东西给你中国大陆用在军事上，我们怎么办？可是川普认为美国的经济最重要，对，他认为我卖东西给中国大陆赚了很多的钱，这些钱可以帮助美国的经济。所以显然双方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看法，怎么解决是令人好奇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国买不买 H200晶片呢？请教徐老师。是这个很有意思啊 ，Trump 在今天的凌晨就是美国昨天的下午呢，他发了这个信息，他说他自己告诉了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就说我决定要放行这个 H200的芯片。那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那是这两个人又通了一次电话吗？还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样传达的？这个今天下午这个在大陆的外交部发布会上。也有彭博社的记者问了，那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没有做具体特别详细的回答，但是也没有否认。他说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新闻，然后中方一贯主张通过中美合作促进互利双赢等等。所以大家其实会很关注就说如果做了一个正式的封扣，打了一个正式的电话的话，应该双方都会发布官方的消息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那还是说这个信息是通过函件或者是通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外交管道由其他的官员来传递，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了。但可想而知，就是说至少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把放行芯片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领导人层级之间最高级别的一个 credit，当做我给你的一个面子也好，我给你的礼遇或给你一个好感也好，我通过这个让这个事情变成我们之间的默契跟友谊的一个 token， 我把这件事情做给你代表就是说我很满意我们现在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你对我的稀土也没有禁运。